比特币今天已经5连跌了，整个市场都在说崩盘。而这次下跌不仅是比特币，就连美股、黄金都在下跌。这以上的种种市场现象，代表着比特币是不是还要继续下跌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除了分享比特币盘面信息，视频末端会有个空投，14天的时间登上排行榜，赢取5万美元奖金，并且是测试网，不花1分钱。那来到比特币的盘面，先看一下日线日线级别的话，昨天收了一根小小的红色十字星，那伴随着量能逐渐的在放大，加上这一根收线呢，日线级别已经是5连跌了。从整体的势能来讲，这个下跌的势能其实是有在减弱的。那从结构来讲呢，之前的上升通道呢也已经跌破了，而且跌破之后呢，并没有出现回抽，放量下跌之后呢，又迎来继续下跌。那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呢，还有一个顶部的圆弧顶。圆弧顶的话也出现了跌破，那这样跌破之后迎来继续下跌，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双跌破。那从指标的角度来讲 ，RSI 和 MACD 都是空头的排列，预示着这个空头呢是要继续发酵、继续延伸的。但是 CCI 指标出现了超卖，也就是说它这个呢有点跌过头了，所以回调到中性的区间内，然后去修复这个指标。所以呢 CCI 对应了一个短线的反弹。那这波下跌的本质是什么？在之前视频当中有说过，就是抛压。那之前说过，有一些套牢盘的抛压，短期获利者的抛压。怎么消耗抛压呢？回到盘面大概率就是去震荡了，要反复去清洗，用震荡消耗抛压，最终呢才能迎来上涨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4个小时的级别。4小时级别的角度来看，这一波弱势的下跌呢，其实已经被打破了。现在有一小部分的止跌现象，那这一波反弹呢，一定是个短线的反弹。往上的目标位呢，我们要看到颈线的压力，也就是在大概在7万9左右的位置，因为它是比较有概率要往上，测试完压力位之后还要继续往下。所以说做短线的话，你第一止盈位一定要放在这里，不要贪心。毕竟我们来到青山热力图可以看到，往上呢是有一些多头流动性在这里积累，但是往下的位置会更多，所以说轻微反弹过后继续向下的概率是比较大的。那对于主力来说，来都来了，这下方流动性它为什么不要呢？所以说想要中长线现货低价的观众，也就是抄底啊，你可以再稍微等一等，因为还是有更大的机会来到更低的低点。讲完了技术面指标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。首先第一条，沃什22日宣任就职美联储主席，特朗普主持就职仪式。就是先不说新冠上任3把火，但是沃什会用一个什么管理体系去调控美国的经济呢？那这件事情的话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沃什在面临这个棋局呢是比较困难的，最难的棋局了。因为你要想降息要保经济，美国债务要完蛋；升息刺激美债，美国的经济呢要完蛋，那都是两难的境界啊，就看他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了。目前来看呢，接下来几个月降息的概率都是非常非常小的。6月份降息的概率只有 3.4%，10月份降息的概率呢只有 2%， 所以目前来看，这下半年的流动性我们也需要打一个问号。另外一件宏观事情的话，就是美国海军呢加大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，伊朗的浮动原油库存呢近期激增了 65%， 原因呢就是因为港口受阻嘛，那伊朗自己的大批原油呢也无法撤离，双方如此僵持不下的推动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外面流通的石油呢价格肯定是要往上涨的。现在原油的价格已经冲到105.16美金一桶了，那再往上涨一涨就要创新高了。还有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，就是哈佛大学减持 43% 比特币 ETF， 全面清仓以太坊 ETF 啊。那么根据向 SEC 提交的26年第一季 13F 的文件表示啊，持有的贝莱德现货 ETF IBIT 减少 43%， 相当于是一半了啊。部位的话已经降至 1.17 亿美元，原价值大概是8680万美元的贝莱德现货以太坊 ETF 部位已经全面清仓。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说，那都是不太好的消息。这是他 QE 的确认的持仓的变化，感兴趣的话可以文章去读一下。那消息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啊，但是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如果哈佛大学这种级别机构大幅减持 BTC ETF 或者是清仓那个以太坊 ETF， 市场通常会从3个层面来解读啊。一，短期情绪，因为整体是偏空嘛，它容易引发机构撤退的恐慌。市场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研究为什么会卖，而是为什么这种顶级机构呢都在跑，尤其是标题里面可能大家看到减持 43% 的比特币 ETF 啊，那通常都会被媒体放大了。然后呢，核心问题其实在于它为什么会卖啊？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啊，机构减持等于不看好加密货币，那其实也不一定啊，因为大型基金或者大学捐赠基金会，他们通常会为了调仓、风险再平衡，或者是获利了结、降低波动率的敞口，那去更改它的持仓的部位。
接下来应该观察的重心在 ETF 净流入数据。那 BTC 的话是否跌破了关键的趋势线？然后美联储的政策以及周五上任的沃什，他会以怎么样的方法来解决美国现状的一个经济情况？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空投项目叫 Bork， 那它是一个基于 Solana 构建的高性能永续合约去中心化交易所，融资的话是$800万。因为它是测试网交易竞赛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扣到自己的真金白，就让大家花钱了，不会，因为它只需要链接钱包就可以领取1000测试代币，在测试网进行开仓即可。根据它的投资回报，也就是奖值分配啊，你要注意听啊，前50名的话有奖，从第1到50名的话，分别是第1名15000U，然后第2名是10000U，第3名是5000U，这样以此类推啊。它的活动时间是一直截止到5月28日的北京时间的晚间9点钟，好像。那我的建议是，大家不管是不是做交易的高手，都可以去玩一玩，因为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拿到奖金也不错。万一后面还有给测试网的空投，因为这种奖励如果真实的话，不仅能够秒杀一众 DEX， 也能够秒杀一众的 CEX。那这里我们就来进入到当前的网站。通过在右上角呢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那我这里就使用到 OKX， 请注意它是索拉纳链上的，所以你连接的钱包的话要支持索拉纳网络。那这里我们确认一下连接，然后跟着步骤来走。它是说要连接自己的推特账户，那我们就进行一下连接。在连接推特账户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一下啊，它给的权限多不多？那我们不知道权限多不多的话，可以翻译成中文啊。它这里的话，应用可以查看内容，这个就还好。那我们就授权一下，因为这个不会对我们账户造成什么影响。确认一下，好，等待它的连接，然后继续，然后收集掉一定的就是测试代币。这里我们确认一下签名就好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了。看一下测试代币有没有到账啊？这里已经显示到账了。这边我的可用余额已经是有1000。它的玩法其实跟我们交易所开合约是一模一样的啊。那首先是全仓和逐仓的模式，因为测试网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再是杠杆，因为我们选择是 BTC 和 USDT 的交易对，所以它支持最高50倍的杠杆。如果你选择其他的币种的话，没有这么高的杠杆啊。然后再是投资组合保证金啊，这个我们就先不涉及啊，后续我们再给大家讲解。然后有市价和限价2种模式，结合到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对于 BTC 的分析呢，它可能会反抽到大概79000左右的位置，那我们就可以在限价上开一个79000的单子，然后就是你在无论是测试网，就是你在开合约呢，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，就是要做好止盈止损。止盈的价格、止损的价格一定要标定好。然后这是我们可用的 USDT 的数量，我们就先拉到74%或75%左右的位置。然后止盈的价格呢，它的下方位的话应该是在74000左右，我们就标注74000。然后止损价格的话就设置在8万，选择到做空。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显示那个当前委托了，在这个下方。那因为测试网你不担心这么多问题的话也没关系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用市价的方式去选择到做空，然后对应的止盈止损的价格也要设置好。另外，它的测试代币的话是每72小时领取一次，然后你的所有的盈利或者是就是相关信息呢都体现在排行榜上，排名前50应该才有这个资格啊，所以一定要争取让自己排名靠前一点。那这是有关于它的所有内容啊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as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20%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
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。